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今天来开箱一个老朋友所推出的新产品 ，HTC 的 U23 Pro。那距离上一款的新机啊 ，Design 22 Pro 啊，大概也过去9个多月了。在这段期间啊，他们都没有新手机在台湾推出。虽然啊，国外有一些新机的型号，但是那些其实老实讲都是当地的贴牌机，它并不会在区域以外上市。HTC 这几年它所推出的产品啊，大部分都是定位入门跟中阶左右的 Design 系列。反而是定位在旗舰机型的 U 系列啊，已经有2年多，它没有新产品推出了。那最后一款是 U20，那正当大家可能觉得 HTC 今年是，结果啊 U23 Pro 的消息啊，就突然在网络上出现了，被 PTT 先曝光啊。过了一段时间啊，我看 HTC 应该是觉得纸包不住火啊，就是直接自己公布。那现在 HTC U23 Pro 终于正式上市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新机的表现如何。它采用了白底素色的设计，跟近年来啊大家流行的极简风格啊，算是相呼应啊。现在 Sony 啊，还有其他品牌啊，几乎都是白白的这种盒子。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箱看看。手机放在最上面，变压器、充电线，上面有个退夹针，所有的配件大概是这样子。好，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 HTC U23 Pro 的真机本体。那现在呢，到6月底之前购买呢，还会加赠这价值1490元的 HTC 真无线蓝牙耳机。这个颜色还蛮漂亮的，它有紫色跟黑色2种选择。这一次呢，随产品赠送的这个 PD 充电呢，它是有支援30瓦的 PD 快充。那它本身啊，它有支援15瓦的无线充电，还有一个 QI 的反向充电，就是你可以为无线耳机还有 iPhone 啊来进行反向充电。HTC U23 Pro 它搭载6.7寸20:9 Full HD Plus 的 OLED 萤幕，解析度啊是2400×1080。那在它萤幕上方呢，它是覆盖一层 Gorilla Victus 的一个玻璃来进行保护。除了下巴啊，我觉得有点宽以外啊，我是觉得它边框都算蛮窄的。那在它萤幕上方呢，则是搭载一个2300万画素 f2.45 的前置镜头。那它也支援人像模式啊、美颜，还有人像解锁等功能。那在上方的听筒，它本身也是个立体声的扬声器，搭配啊下方的喇叭，在你观赏影片的时候会有立体声的一个效果。那在它机身顶部呢，则是配置一个3.5寸的耳机孔，还有1超麦克风。它本身还支援 IP67 的防水防尘，所以啊，以目前这个时代啊来讲，有 IP67 又有支援耳机孔的机器，老实讲已经不多了。那下方呢，则是另外一组的立体声扬声器、Type-C 连接副，还有收音麦、信卡插槽。它是支援5G 的双卡商带，还有记忆卡扩充，而且它也支援台湾的5G 全频段。在它的机身右侧呢，有音量键跟指纹辨识的电源键。那左侧呢，则是没有配置任何的硬体按键。这次 U23 Pro 呢，它有2种配色，分别为咖啡黑跟木雪白2种。除了背盖用色不同以外，木雪白的边框啊，采用撞色的浅灰色的搭配，我是觉得蛮好看的。那在镜头部分呢，HTC U23 Pro 采用4镜头的配置，包含了一颗11800万画素的 f1.7 主镜头，那支援光学防手震还有电子防手震，还有一颗800万画素f2.4的超广角镜头。还有一颗200万画素的人像景深镜头，500万画素 f2.4 的超微镜镜头。在它的镜头组旁边有一组在录影的时专门在做收音的一个收音麦克风。那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它的拍摄界面哈。那除了一般的拍摄以外还有专业、夜景，还有人像，还有一个1亿像素的原图。那这次呢，我觉得最棒的就是终于把超广角整合到主要拍照的界面里面，因为之前还是要特地到更多里面去选那真的是蛮反人类的。不过这次的微镜镜头还是要到更多里面才能执行，这一点还是没有整合进去。以拍照的表现来说主镜头跟超广角表现我都觉得不差，因为它本身没有2倍的人像镜，所以它的2倍那边是用主镜头1像素去裁切，那我觉得画质有些的下降。不过 HTC 那边表示相机这个功能还在优化之中，到时候大家拿到的版本应该会有所改进。接下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拍照的样张。
HTC U23 Pro 行进间路。那重量部分呢，自己测量大概是203公克。以6.7寸的手机来说，这只手机算蛮轻巧的。除了 HTC U23 Pro 以外啊，HTC 这次还有一款叫 U23 也同时开卖。跟 U23 Pro 主要的差异在于记忆体的规格，就是固定的8GB RAM， 它就没有12GB RAM 的版本。主镜头部分呢，则是采用6400万画素的镜头等等，不像 U23 Pro 是1亿画素的镜头。那配色部分我必须有点偏心的讲，我觉得 U23 比较好看，它就比较活泼一点，尤其它的那个镜头区域我是觉得相当的有特色。那在视觉上U23 Pro 它比较沉稳，那 U23 呢只是比较年轻动感一点。不过 U23 目前价格还没公布，我在猜应该会便宜一些大概15000-16000吧，不负责哦。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系统部分，它采用 Android 13的作业系统，在小工具里面还是可以看到大家很喜欢的 HTC 大时钟，这个给个好评。那内建程式主要是多了像 Vive VR 的一些相关应用。工具面板部分可以设定功能相当的完整。不过呢，反向充电没有设定在那个工具面板里面你要到电池的选项中去开启，这点我是觉得有点不方便U23 Pro 它还支援指纹解锁跟脸部解锁，它的辨识速度跟准确性也都相当的不错。如果你有 HTC 的 VR 设备的话，你就可以搭配U23 Pro 的各种应用，譬如说像直接用手机去指向，或者是让Netflix 的影片直接投影到我们的头戴式装置里面来看超大荧幕来欣赏。那在桌面上的一个捷径里面就有一个 Viveverse 它就整合像系统管理、人像制作跟钱包等这些元宇宙的应用。其中Vive Avatar 它可以制作你个人的 VR 头像。阿达也实测做了一下，把我老了20岁了。我是建议HTC 应该把这个功能就再开一个选项，让人家可以做类似像任天堂那种蜜那种头像，就比较可爱型那种，会比较好一点通话部分呢也是相当接近原生，而且HTC U23 Pro 还是没有支援通话录音功能，我是觉得这点有点可惜，因为商务人士其实会用到。我是建议 HTC 应该把它加进去。在效能部分 ，HTC U23 Pro 它搭载3星4奈米工艺的高通 Snapdragon 7000万处理器，它的记忆体有8GB RAM 跟12GB RAM 两种版本，储存空间都是256GB ROM， 所以使用上应该是算相当够用。用 PCMark 进行测试，效能得分为12990分。就 Bench 6呢，测试单核是1074分，多核有3023分。那内建的记忆体读写速度如下，大概是 UFS 3.0的一个水准。那使用Antutu V10进行测试，得分为71.3万分。一般的3A 游戏如果你不要设高画质的话，你要顺玩其实问题也不大。另外的 GFX Bench 呢跟 3D Mark 大家请看图。那在续航部分U23 Pro 它搭载4600毫安时的电池。以100赫兹的更新频率以 PCMark 来模拟上网、文书、修图等情境进行压力测试，有100%到20%，它撑了12.5个小时，预估大概有14小时左右的续航时间。最后阿达稍微总结一下 ，HTC U23 Pro 呢是 HTC 这2年以来难得的 U 系列的新机。以处理器规格来说虽然不是目前的主流旗舰规格，但是我觉得整体表现也算中规中矩毕竟如果你要搭配个8000万，还是8000万 Plus， 或者是说8200，那价格可能就要2-3万块了。而且它还有 IP67 的防水防尘、无线充电、QI 反向充电、双扬声器、3.5mm 的耳机孔，几乎消费者需要的功能它都没有缺。那在拍照部分呢，则是使用了1亿画素的主相机。所以说人像镜跟微距镜我觉得一个可以用演算法，那另外一个感觉好像超广角镜头拍的也不丑。我是觉得这2颗就真的我们讲的战术镜头意义好像没有很大，就是怕人家觉得镜头数太少而多塞的。那老实说，我宁愿你把超广角这个镜头规格弄好一点，放个2颗，这样子反而更好。你像有的机器是1颗主镜头，然后再放一个2倍的人像镜，我觉得意义也不大。我宁愿2颗镜头规格都好一点，那这反而更好。
另外呢，它在录影的部分如果再更强化一些的话，那我是觉得它的整体的表现就会更棒了。而且如果你是 HTC 的 VR 设备使用者的话，搭配它使用，在操控上也会更加如虎添翼。以现在的价格16990块还送一个蓝牙耳机，我会觉得相当的超值。那如果你再搭配阿达说明栏下方的一个优惠码，还可以再便宜1000块。不过这是限量的，如果到时候输入没有，那就代表活动结束，就不要怪我。也推荐给喜欢 HTC 手机的朋友参考。如果说你手上还在用 U11或者 U20，已经用很多年了，那我是觉得你可以考虑换这一支了。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与开小铃铛。有任何意见，欢迎在底下留言。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